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很多人查出癌症的时候，一查就是中晚期？不是体检没做，也不是医疗技术不行，真正的原因是，身体其实早就给过你信号，只是你根本没当回事。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当你的身体进入放松状态，一些被白天忙碌掩盖的异常现象，反而会悄悄浮出水面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些夜间出现的细微变化，可能正是肿瘤在体内安家之前的最后警告。今天，老赵就跟你聊聊，晚上睡觉时可能出现的4种异常变化。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有类似情况，请一定要重视起来。首先，我们来说第一种异常是盗汗，而且是那种让你半夜被惊醒的湿透性盗汗。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，睡着突然觉得浑身发热，然后大汗淋漓，睡衣湿透，床单上都能印出一个人的形状。你可能会说，是不是被子太厚了？是不是更年期？是不是空调坏了？当然这些都有可能。但如果你排除了这些常见原因，还是反复出现严重的夜间盗汗，那就要警惕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体内有肿瘤开始生长的时候，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启动，肿瘤细胞作为一种坏分子，会不断向身体释放一些特殊的炎症因子，比如肿瘤坏死因子、白介素等等。这些物质会干扰你大脑里那个叫体温调节中枢的结构，让它误以为身体在发烧，于是身体启动了散热机制，疯狂出汗。这个过程不是白天发生的，因为白天你处于活动状态，肌肉运动产生的热量会干扰这个信号。但到了晚上，当身体完全放松下来，这个异常信号就变得非常明显。接下来，老赵给你讲一个真实案例。我认识一位退休教师，姓王，今年68岁。王老师身体一直不错，就是近半年来，每天晚上都要醒来3、4次，每次醒来都是一身汗。他以为是更年期还没结束，也没太在意。后来他的老伴发现他晚上出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甚至有时候汗珠会顺着额头往下滴。最后在王老师女儿的坚持下，他去做了个全身体检，结果发现淋巴系统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恶性病变。好在发现的早，经过治疗，王老师的病情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。更危险的是，如果他再拖半年，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。所以老赵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出现不明原因的盗汗，尤其是持续2周以上，而且排除了感冒、结核、甲状腺功能异常等常见原因，请一定去医院查一查，特别是查一下淋巴系统和血液系统，因为盗汗和淋巴瘤、白血病等疾病的关系非常密切。第2种异常变化是夜间频繁起夜，而且每次尿量很少。这个问题在5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中非常常见。很多人觉得年龄大了，前列腺增生，起夜多很正常嘛。没错，前列腺增生确实会导致尿频、尿急、夜尿增多。但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，如果你的起夜次数突然增加，从原来的1、2次变成4、5次，甚至7、8次，而且每次去厕所尿出来的量特别少，这就是一个危险信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盆腔附近的器官，比如前列腺、膀胱、子宫、卵巢等出现肿瘤的时候，这些肿瘤会压迫到膀胱或者输尿管，肿瘤压迫会让你的膀胱容量变小，本来能装500毫升的膀胱，现在装200毫升就装不下了。于是大脑不断给你发信号，快去厕所，快去厕所，但每次尿出来的量可能只有1、2口。我有一位患者是个做生意的朋友，姓李，今年62岁。李老板平时应酬多，喝酒多，夜尿多，他早就习以为常。但最近半年，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起夜从原来的1、2次变成了5、6次，而且尿量越来越少。有时候他刚去完厕所，回到床上还没躺下，又觉得有尿意。他以为是前列腺炎加重了，
自己去药店买了很多消炎药和中成药，但效果都不好。后来他实在扛不住了，去医院做了个超声检查，结果发现他的膀胱壁上长了一个肿瘤，大小大概有乒乓球那么大，这个肿瘤占据了膀胱很大一部分空间，所以才导致他频繁上厕所。要不是他及时就医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所以老赵建议，如果你发现夜间起夜次数突然增多，而且尿量明显减少，或者出现排尿疼痛、尿中带血的情况，请尽快去泌尿外科排查，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正常的老化现象，因为你错过的可能是一个早期发现癌症的机会。第3种异常变化是持续性咳嗽或者呼吸不畅，而且躺下之后会明显加重。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困扰，睡到半夜突然咳嗽起来，或者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，喘不上气。有的人以为是烟抽多了，气管炎犯了；有的人以为是炒菜油烟熏的慢性咽炎。这些可能性都存在，但你要注意一个规律，如果这种咳嗽和呼吸不畅在躺下之后马上加重，坐起来之后有所缓解，那就非常值得警惕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因为人体在平躺的时候，胸腔里的空间会发生改变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肺是有弹性的，可以自由扩张和收缩。但如果你胸腔内的某个器官，比如肺部的某个位置长出了肿瘤，或者淋巴结发生了肿大，这些异常的占位组织就会挤压到气道或者肺部组织。当你平躺的时候，胸腔的重力方向发生了改变，这些肿瘤或者肿大的淋巴结可能会直接压迫到支气管或者气管，导致气道变窄，所以你会觉得呼吸不顺畅。大脑感知到缺氧后，会启动一个保护机制，咳嗽。通过咳嗽，你试图把气道里的障碍物排出去，但问题是，这个压迫来自外面，不是气道里面有东西，所以再怎么咳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需要特别警惕，就是胸腔里有积液。有些肿瘤，特别是肺癌、胸膜间皮瘤、乳腺癌等，可能会引起胸腔积液。这些积液在白天你坐着的时候会沉在胸腔的底部，对呼吸的影响相对较小，但到了晚上，当你躺平的时候，积液会均匀散开，直接压迫到整个肺的表面。这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呼吸困难，甚至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。如果出现这种特征性的夜间呼吸困难，医学上称之为阵发性夜间呼吸困难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重要信号。老赵再强调一遍，如果这种咳嗽或者呼吸不畅持续超过3周，而且和你的体位变化有明显关系，请一定去做个胸部 CT， 别嫌麻烦，也别觉得 CT 有辐射，和错过早期诊断的代价比起来，那点辐射根本不算什么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患者一直以为是支气管炎，消炎药吃了一堆又一堆，最后来医院一查，肺癌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了。所以请把这个信号当作需要立刻行动的最后警告。第4种异常变化是失眠或者早醒，而且伴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感。很多中老年人都有失眠的情况，这太普遍了。有的朋友觉得年纪大了觉少很正常啊，没错，老年人的睡眠结构确实会发生变化，比如深睡眠减少，入睡时间变长。但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入睡困难，或者凌晨2、3点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，而且这种失眠伴随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疲惫感，那种不是干了一天活之后的累，而是一种全身像被抽干了一样的虚弱感，那就要小心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医学研究发现，有些肿瘤，特别是消化系统的肿瘤，比如肝癌、胰腺癌、胃癌等，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。这些肿瘤会大量消耗你的营养，导致身体处于一种慢性的负担平衡状态。简单说，
就是你的身体在不断地流失蛋白质和能量，但又补充不回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晚上的睡眠会被一种低血糖状态干扰。你的大脑在晚上得不到足够的能量供应，就会自动把你唤醒。为什么是凌晨2、3点钟呢？因为这个时候，人体的血糖水平处于一天中的最低点。如果你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肝糖原储备来维持血糖稳定，大脑就会发出快醒醒，我饿了的信号。除了代谢问题，还有一种是激素水平的干扰。有些肿瘤会异位分泌一些激素，比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或者生长激素。这些激素会打乱你正常的昼夜节律。正常来说，晚上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，它能帮你入睡，帮你维持深度睡眠。但当你的内分泌系统被肿瘤释放的异常物质扰乱后，褪黑素的分泌可能会被抑制，你就变成了一个虽然身体很累，但大脑却异常清醒的状态。这种状态非常折磨人，因为你明明很想睡，但又睡不着，即使勉强睡着了，也是浅睡眠，做梦特别多，第二天起来头昏脑胀，像没睡一样。我认识一位做餐饮生意的老板，姓张，58岁。张老板平时身体很好，从来不生病，但近1年来，他每天晚上3点多准时醒来，醒来之后脑子特别清醒，想东想西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白天就特别累，有时候炒菜的时候都想靠在墙边打个盹。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，每天都喝安神补脑液，还去按摩针灸，但效果都不持久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在饭局上喝酒之后，突然上腹剧烈疼痛，被送到医院急诊。一检查，发现胰腺上有一个肿瘤，而且已经出现了肝转移。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后来复盘他的情况，医生认为他那1年的失眠和疲劳，很可能就是胰腺肿瘤在早期就已经发出的信号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些信号都被当成了工作压力来解读，白白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说完了这4种夜间异常变化，老赵再帮你总结一下。第一，盗汗，特别是湿透型的夜间盗汗。第二，夜间起夜次数突然增多，且尿量很少。第三，躺下之后加重的咳嗽或呼吸不畅。第四，凌晨早醒合并难以解释的全身疲劳感。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出现了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个，而且持续存在没有好转，请一定去正规医院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，尤其是年龄超过50岁、有家族肿瘤史或者有吸烟、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，更加不要掉以轻心。但光知道警惕还不够，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。那么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降低风险呢？老赵给你分享几个医学研究发现支持的有效方法。第一点是吃对晚餐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晚餐吃什么，什么时候吃，和肿瘤风险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医学研究发现，晚餐吃得太晚、太饱、太油腻，会影响人体的自噬机制。简单说，自噬就是身体自己打扫卫生的过程。在晚上，当你处于空腹状态时，身体会启动这个清理模式，把那些老化的、受损的，甚至可能癌变的细胞清除掉。但如果你睡前还吃很多，你的身体就会一直忙着消化食物，根本没时间去打扫卫生。所以老赵建议，晚餐尽量在睡前3到4小时完成，而且以清淡为主，多吃蔬菜、豆制品、鱼肉，少吃红肉和油炸食品，特别是烧烤，尽量不要在晚上吃。因为烧烤产生的苯并芘、多环芳烃等致癌物，在晚上代谢效率最低的时候，对身体的伤害最大。第二点是让卧室彻底暗下来。我刚才提到褪黑素，它真的很重要。褪黑素不仅帮助我们入睡，还有非常强的抗氧化和抗肿瘤作用。有一个研究发现，长期在光亮环境中睡觉的女性，
患乳腺癌的风险明显高于那些在完全黑暗环境中睡觉的女性，这是因为光线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。所以每晚睡觉前，请检查一下卧室里有没有那些隐蔽光源，充电器的指示灯、路由器的彩灯、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路灯光，把这些光源全部遮掉，让你的卧室像山洞一样黑。另外，睡前1小时最好放下手机，因为手机屏幕的蓝光对褪黑素的抑制作用是最强的。实在要看手机的话，把屏幕亮度调到最低，并且开启护眼模式。第3点是，不要忽视情绪管理。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悬，但现代医学已经证实，长期的负面情绪和压力确实会增加肿瘤的发生风险。当人长期处于焦虑、抑郁、愤怒的状态时，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压力激素，比如皮质醇。皮质醇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，降低免疫细胞识别和清除肿瘤细胞的能力。更危险的是，高水平的皮质醇还会促进血管生成，而新的血管恰恰是肿瘤生长所需要的营养通道。所以老赵建议，如果你觉得心里窝着事、憋着气，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宣泄渠道。可以找人聊天，可以散步，可以写日记，甚至可以去空旷的地方大喊几声。中年以后学会放过自己，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癌手段。第4点是定期做针对性的筛查。很多人觉得每年做一次常规体检就够了，但说实话，常规体检对早期肿瘤的筛查作用是很有限的。比如胸部 X 光片，对于早期小结节，它的漏诊率非常高，所以对肿瘤高危人群来说，有针对性的一些检查更有价值。比如低剂量肺部 CT 可以发现早期肺癌，胃肠镜检查可以发现早期消化道肿瘤，腹部超声或者 CT 可以发现肝、胆、胰、肾的占位病变。女性的乳腺超声和宫颈 TCT 筛查也非常重要。老赵给你一个建议，50岁以上的朋友，不管你有没有症状，最好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肺部 CT， 每2到3年做一次胃肠镜。这2项检查可以发现大多数常见实体肿瘤。额外再提醒一点，留意体重变化。如果你没有刻意减肥，却在半年内体重莫名其妙下降了 5% 以上，比如从140斤掉到130斤以下，这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，医学上叫做非意愿性体重减轻，这不是什么好事。在很多情况下，它是恶性肿瘤的重要信号之一。很多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，认为老了瘦一点是好事，但如果这个瘦来得太快太突然，一定要引起一分警惕。快速发展的肿瘤会站在你的身体里和正常组织抢营养，所以你就莫名其妙地瘦了。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那就是倾听身体的信号。我见过太多的患者，明明身体已经给出了明确信号，但他们选择忽视。有的人觉得没事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有的人说我不想麻烦家人，不想让他们担心。还有的人是因为害怕，怕什么？怕去医院，怕检查出问题。这种恐惧是人之常情。但老赵想说的是，如果身体没有问题，你检查出来的结果就让自己图个安心，白白担惊受怕了。如果真有问题，早发现和晚发现截距天差地别。早期发现可以治疗，甚至可以治愈，晚期发现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。所以说，偶尔对身体的过度警惕，比习惯性的迟钝要有意义的多。接下来这点尤其重要，高血压、糖尿病的药物一定要按时服用。最近有多项针对中国人的研究发现，血压和血糖控制不佳的老年人发生肿瘤，尤其是消化系统肿瘤的概率明显增高。具体的原理是，科学家还在进一步研究中，但有一种推测是，长期高血糖状态会让你的细胞处于一个类似催熟的状态，细胞的代谢活动异常活跃。
分裂速度加快，而细胞分裂的越多，出现基因突变并最终转化为癌细胞的概率就越大。所以，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，一定要遵医嘱规范用药，不要觉得我今天血压不高，药就不吃了。平稳控制住血压和血糖，本身就是抵抗肿瘤的一道重要防线。说到这，可能会有朋友问老赵，你说的这4种夜间异常，我好像都有过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严重的隐患，要不要紧？这个问题很好回答。如果它是单独出现的，偶尔出现的，比如1-2个月才发生一次，通常不用过度紧张。但如果它是持续出现的，频率在增加的，比如连续2周以上，几乎每晚都有，那就不要再等了，去医院认真查一下，甚至做个全身 PT 检 CT 也是值得考虑的。对自己的身体大方一点，从来都不是浪费。老赵再说一遍，不要等到身体扛不住了再去医院，而是要让那些微小的信号成为你和医生之间有效的沟通桥梁。任何健康观念的改变都是从一次深入的了解开始的。您有类似经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比如，您有没有晚上睡觉出过这种异常的汗？有没有起夜越来越频繁的情况？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欢迎留言告诉大家，让更多人从真实的案例中获得参考。觉得这篇文章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帮忙点赞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些重要的健康知识。最后请记住，如果您有任何身体的不适或健康担忧，请咨询医生。这篇科普文章只作为知识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建议。我是老赵，一个和您一样正在变老，但努力活得更健康的大朋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